古代宫廷秘术观候术被现代科学证实，根据天气变化真能预知未来。实际上，在正史中就有记载，三国时期有2人掌握了这门奇术，并且提前预知了刘备的结局。不过最后，其中一人被当街问斩，另一人从此下落不明。那这个观候术到底是什么？难道是泄露的天机吗？新来的小伙伴不妨点个关注，了解更多人间奇闻。我们都知道，三国时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。这个时代既有英勇无比的名将，也有运筹帷幄的谋士。然而，很少有人知道，在蜀汉政权中有一位精通术数的人。这个人名叫张玉，蜀人，精通术数，在东汉末年非常有名望。他在年轻时就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，成年后更是精通易学与命理之道。除了在易学和命理方面的成就，张玉在天象学方面也有着极高的造诣。据说他能够通过观察天象的变化来预测人事的吉凶，而且这些预言都极为准确。当时与他齐名的周群曾与张玉比试过通过天象来进行预言，结果却大败。通过天象来预测未来这种事，放在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扯，但这些都是出于正史《三国志》的记载，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占候术。张玉曾出仕辅佐益州牧刘璋，成为其帐下谋士，后来甚至还预测出刘备的死亡和自己的结局。公元214年，刘璋投降，刘备顺利占领了益州。为了巩固人心，刘备提拔重用了许多刘璋旧部，其中就包括张玉。公元218年，刘备与曹操为了争夺汉中而展开大战。刘备知道张玉和周群是精通占卜的高人，所以在战斗前询问他们的意见。张玉和周群都不看好这场战争，但周群比较委婉，张玉却更为直率。他直言告诉刘备不能去争汉中，否则军队一定会吃亏。刘备对张玉的直言不讳感到不满，而2人的谏言也没能劝阻刘备进军汉中。在后来的汉中大战中，刘备军队果然遭受了严重的伤亡。他们虽然夺取了汉中这个关键地方，但蜀汉的实力也大为削弱。战后，刘备对周群进行了封赏，但对张玉则保持了距离，因为他的直言曾让刘备感到不悦。张玉内心非常不满，他私下对朋友说：“庚子年会改朝换代，刘氏的天下将会结束。主公得到西川后，9年之内就会失去。预言天下将在庚子年易主，刘备在西川的统治在9年之后会结束。”有人将张玉的言论偷偷告诉了刘备，刘备听后极为愤怒，认为张玉是在动摇人心，于是决定处死他。当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后，立刻赶来为张玉求情。他认为张玉是个难得的人才，不应该轻易处死。刘备却以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回应：“方兰生门，不得不除。”这句话意味着张玉虽然才华横溢，但就像挡在大门口的兰花，必须清除。最终，张玉在繁华的市集被处死，尸体被弃置在街头。但谁曾想，几年后，张玉的预言竟然一一应验。公元220年，曹丕篡汉自立为帝，这正是张玉预言的庚子年。而在公元223年，刘备在入主西川后的第9年病逝于白帝城。这一结局恰好证实了张玉当年的预言是准确的。更让人感慨的是，张玉曾因预见到自己的命运而痛苦不堪。他每次照镜子看到自己的面容时，都明白自己将会被处死，因此常常痛苦地倒在地上。张玉终究是因为自己的恃才自傲而祸从口出，因为一则预言最终被弃尸街头。同样精通占候术的周群则在这次预言之后就下落不明。有人说他同样预见了蜀汉的灭亡，故早就过起了隐居生活。不过想要明白占候术究竟是什么，我们还要从周群身上寻找答案。古代皇宫专用预言奇术，占候术有多奇，集占卜、预言、天文于一体，据说能参破天机，并且连正史中都有记载。那这么高深莫测的奇术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关于占候术的起源，历史早已模糊不清。不过传说中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末期，那时的人们通过观察天空中的星辰运行轨迹，预测未来的天气变化和狩猎农耕的收获情况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占候术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复杂的学问，不仅涉及天文学、气象学等领域，还融入了阴阳五行、易经八卦等哲学思想。传说中，占候术的高手能够通过观察天象预测国家的兴衰、战争的胜负以及个人的命运。在古老的中华文献中，有一个被称为紫气东来的典故。这个故事描绘了老子在消失前的那一刻出现在函谷关的场景。当时的官令尹喜通过观察天象，发现一片紫气从东方飘来，他敏锐地感知到一个杰出的人物即将经过此地。次日，尹喜果然在那里遇到了老子。这个传说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有关占候术的记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这个故事充满了神话色彩，但在汉朝时期，
一些智者却为其赋予了现实意义。在西汉末期，医学大师经房提出了一个震撼的观点，在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影响下，他认为天气的异常变化可能预示着国家命运的变化。经房因此创立了占侯术，其核心在于通过占卜和观测天气来预测未来的吉凶。虽然当时的人们还不清楚如何实际运用这一理论，但这一概念逐渐流传开来。到了东汉时期，才有人可以实践应用占侯术。《后汉书》记载，东汉时有一个叫做郎乙的人，他通过观察天气得出了豫卦。豫卦是预示大地震动的象征。几个月后，洛阳果然发生了大规模地震，但是从某一天起，占侯术仿佛突然消失了一般，再无任何消息。直到三国时期，才重新出现了关于占侯术的记载和传说，而这就要从精通占侯术的周群开始说起。周群，益州巴西郎中人，自幼受父亲悉心教导，汲取了丰富的知识。他对天文领域情有独钟，不仅在庭院中建造了一座小楼，用于观测天象，还常吩咐家中仆隶留意天气变化。每当有云气涌现，仆隶便立即告知周群，无论昼夜，周群总会登楼观测天象。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使他深谙天文气候之道。根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周群是从父亲周书那里学习到的占侯术，而周书则是师从于汉顺帝时期的杨后。杨后精通占侯之术，在公元129年，他预言夏天将有大寒，疫病和蝗虫灾害会蔓延。不久之后，6个州县爆发了蝗灾，他的预言应验了。后来他还曾预言西北二方将有战事，也得到了证实。当时无人不敬佩杨后，但杨后有个习惯，无论别人送他什么礼物，他都不肯接受，甚至不愿与人见面。他只一心向皇帝提出自己的见解。然而东汉后期的帝王大多昏庸无能，杨后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。在心灰意冷之下，杨后决定返回家乡，并开始广收门徒，传授他们占侯之术。据记载，他的门徒数量高达3000多人，而且后来朝廷多次邀请他回去，他也没有回去过。正史往往是最有说服力的，但关于周群到底是怎么学习到占侯术的，野史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这种说法则充满了玄幻色彩。古代皇家专用预言奇术观侯术被现代科学收纳，还建立了新的学科。难道观侯术并非玄学，而是科学？可在古代传说中，占侯术可是一只白猿传授给人类的，这又该如何解释呢？在志怪小说《拾遗记》中有这么一个关于周群的故事，讲的是采药旅途中，周群在险峻的岷山巧遇一只白猿，那只白猿从陡峭的山顶飘然而下，与周群相对而立。周群以为是山间的野兽，随即投出所携带的书与刀，白猿却瞬间化身为一位老翁，手中紧握着一块8寸长的玉板，并赠予周群。周群好奇地询问老翁的出生年份，老翁回答道：岁月如梭，我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生辰，只记得在轩辕时代便开始研究天文历法，封后荣成都是皇帝的史官，曾与我共同研究历法。到了颛顼时期，我定下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，虽然有部分差异，但大体上无误。春秋时期，子伪、子野、毕造等人曾尝试测量计算，虽然应验，却未能领悟其真谛。朝代更迭，再无同道中人，直至大汉时期，落下闳的出现令我深感欣慰。听完老翁的叙述，痴迷于数学的周群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从此更加刻苦钻研算术。按照这个故事来看，白猿老翁赠送给周群的8寸玉板，很可能就蕴含了占侯术的奥妙玄机。老翁口中的几个人名都是我国早期的占星家，令老翁深感欣慰的落下闳，则是西汉时期的天文学家。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，浑天说的诞生标志着天文学的崭新篇章，而这伟大的理论正是落下闳首次提出的。2004年，我国还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落下闳星，为的就是纪念这位伟人。那么，在我国古代留存了这么久的占侯术，发展到现代又是何模样呢？在近现代时期，我国的气象学家、地理学家朱可桢院士就专门研究了占侯术。也许是受到启发，朱可桢院士后来创立了一个新学科——物候学。物候学就是解读大自然的语言。朱可桢院士认为，通过细致观察周边环境的变化，我们确实可以预见一些事情，比如蚂蚁搬家预示着将要下雨，老鼠、鸟类的一些反常行为往往预示可能将要发生地震等等。但至于占侯术究竟是如何预测到人类存亡、战争成败这种人事的，还是一个谜。用现在的科学眼光去看，无论怎样都说不通，所以我们还是应以理性的眼光去看待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